踏破金刚殿！真没想到，名震天下的麒麟才子沈平安，竟会为了一个女人，甘愿为我当狗这么多年，真是可笑。秦师哥，这就是你的遗言吗？你以为这样秦时月就会感激你？别忘了，当初是你亲手杀了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侍女，把儿子的尸体毒杀了他的母妃。一会儿等他杀起来，第一个就会将你。我等的就是他来杀我。只要他能登上帝位，这一切都值得。平安哥哥，此次出征凶险万分，我为你求来个香囊，这上面的字是我亲手绣的，你可不许嫌丑。我保证，像呵护你一样，把它护在怀中。平安哥哥，你一定要平安归来。父皇答应我，等你回来，我们就成婚。好，我答应你。你死心到底！既然来了，为何不动手啊？杀你！只会脏了我的手，让你这种背信弃义之徒受到天下人的审判。殿下，你看，山国公是帝侯。这里有事，叫我尚书和王公公都死。陛下，沈平安将文武百官都杀了。沈平安，到底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心狠手辣，连无辜之人都不放过？你应该感激我吧？我杀了他们，从此大周就只有你一个人的生命。有言惑众，我看你就是不想殿下安稳继承大统。怎么了？该不会又像以前一样哭鼻子吧？你闭嘴！你不配提一切。当年要不是母后收养你，你到现在还在跟路边的野狗抢食。成大事者，至亲亦可道。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为何死？当年那秦时哥要将你千刀万剐来追问你的项目，是我给了他一刀痛。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给我闭嘴！这就急了。地主。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秦时月，还没有改掉你的坏毛病吗？当年那个小丫头，白死了！我让你闭嘴！让我想想，叫什么？秦小玉点，这名字听着好像一条狗。沈平安，找死！
玉儿，今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侍女下旨，刺杀皇子，斩佞臣谋逆，祸乱朝纲，诛九族。不好，你虽无罪，可我还是要杀。我亲爱的玉儿，现在只剩下你了。陛下，怎么了？是沈平安，没想到连死后他都不放过朕。陛下定是操劳过度，招致噩梦。我去给您准备安神茶。不必，既然他一无无私，朕就让他死后都不得超生。北疆，朕要出宫。去哪？5、4、3。传闻这乱葬岗孤魂野鬼无数，没想到沈平安竟被陛下葬在此处。无悲无天，正是这魔头应得的下场。像他这种人，死了也没人会记得。只是苦了陛下，想当年，他们俩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挖吧挖吧，希望这样能让陛下心里好过一点。沈平安，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就算你死，朕也绝不不眼亮。陛下，棺椁挖出来了。朕要亲手将他挫骨扬灰，心头之恨。这怎么可能？师傅，师傅，沈师叔醒了。你不要乱动。你伤得太重了，若非天生心脏异位，这一劫你已经死了。玉儿现在怎么样？她现在可是天下至尊，大周第一女帝，威风八面。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对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丫头，还念念不忘。就是，等我学会了本领，一定要把她打得屁股开花，为师叔报仇。你们都误会他了，其实月儿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你都这样了，你还在为他说话？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迷魂汤，也许吧，因为它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回忆。小家伙，你叫什么？你叫十月，那你就叫平安吧。祝你俩永远平安。平安哥哥，跟我回家吧。你既然这么在乎他，你为何不留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却偏偏处处与他为敌，让他恨你入骨？留在他身边，我又何曾不想？当年老皇帝猝然离世，成了大周的流动，这场谋反毕竟，玉儿的生性善良，不懂帝皇家的无情，因此成为别人手里的工具，险些
如果我还有时间，定能护他一世。不敢说，只要有我在，无人敢伤他一根汗毛。可是，我的时间不多。师傅，什么是三阴绝脉？经脉皆废，独仗空隙，此乃先天绝症，天下无医可治。不错，在此县找到中之之星，即可避病。神仙难求，如今的我受试已不足3个月，要不是我也不会用最残酷的办法来帮助玉儿成长。来人！不必了，如果这些有用的话，我也不必出此下策。我只希望我在这人世间的痕迹越少越好，这样玉儿也不必每时活在仇恨当中。凭什么？因为他谋尽天下还不够？难道连自己最后的魂魄都不要了吗？师叔，你就让师傅试试吧。东西不想让你死。不必了，我的身体我知道，若不是有陈诺在身，恐怕我就撑不到现在。这怎么可能？这分明亲手刺穿他的心脏，被人将他葬在此地。老公为什么是空的？陈诺，是平安的尸首呢？陛下饶命，奴才也不知道。奴才当初亲自带人把那魔头埋在此地，可现在，难道是有人把尸体盗走了？陛下当心，沈平安此僚诡计多端，小心有诈。他活着时这尚且不惧，还怕着区区一封信件？如果说我死后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那便只有明月了。他是我这一生最至亲至爱之人，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生一世都守护在他身边。这是沈平安的遗书。不可能，陛下当日亲手刺穿此人心脏，我们可是亲眼所见，他明明已经死透了，难道还会诈尸不成？可这确实是他的字迹，我曾经在。陛下，我立刻派人去调查此事，若是有人借此故弄玄虚，微臣定将其千刀万剐。不，沈平安这种狼心狗肺之人，根本就不可能死。臣现在倒是想看看，这信的后面都写着什么，这又如何成了他是平安至亲至爱之人？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樱花山？我和月儿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便是皇宫后面的一片看着别跑！月儿，我答应你，专门种一树，世外桃源。我相信你，到时候我就站在桃园中，戴着双生花编成的花冠，成为你的妻子。真的是假的！忘恩负义的混蛋！你丧！只能再杀你一番！陛下不必自责，那时您还年幼，单纯善良，怎会料到沈平安是那道貌岸然之辈？放心，朕早就不相信爱情，朕只是恨没能早一点发现他的狼子野心。
然母后和小玉也不会惨遭毒手。陛下，那这信，你读吧，朕有些累。朕就在这乱葬岗，看看一个死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后来有一次，月儿和我说，她喜欢剑谱。我知道，在大周皇朝中，唯有天剑山庄剑谱堪称顶级。为了得到它，回去吧，云天剑谱乃是绝密，除天剑庄主之外，绝不外传。你即使跪死在这里也没用。那如果说我一定要得到呢？那你便只有打败我们剑庄7749位剑道强者，登临天剑山庄庄主之位。好。据我所知，天剑山庄的绝学乃是疾风剑法，跟陛下所练的剑法毫无关系。没错，朕的剑法名为云中剑法，确实是沈平安所造，但和天剑山庄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也不会为了朕去挑战49位剑道强者，他也绝没有这个实力。确实，如此拙劣的谎言，只要去一趟天剑山庄便可知，又何必大费周章写在遗书当中？谁说这封信的内容是写给我们的？陛下，若是您100年之后有人将这封信的内容公之于天下，到那时真相还会是现在这样？沈平安，其信可诛。陛下，要不要将此信送给？不必了，以他的性格，遗书恐怕只是一个引子，暗处肯定还藏着其他后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照着信上所说，一家一家的查过去，务必要让他那些阿杂的狗人彻底灭绝，清消此云清秘府。臣在，即刻起前往天剑山庄。是。沈平安，朕绝不会相信你信中每一个字，只要亲手将你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所有痕迹一一抹除。就算你做到这种地步，他也只会恨你。你这又是何必呢？玉儿太过于善良，只有仇恨才可以让她快速成长。至于她对我是爱是恨，说得轻巧。如若你真的不在意，又怎么会让我在关中留信？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雨。我那时说他幼稚，可又有谁明知道自己快要死，也想自己做的一切没人承认？谁又不想任性有知有？不过他是看不懂，算了吧，就当做我给自己这一生有个交代吧。你就不怕他因恨你入骨，掘你的墓，拆了你的棺？那时他一继续来，你当如何？若他真来寻找，千万不要告诉他真相，不然他恐怕会痛不欲生，就让他以为都是我的阴谋罢了。你当真要做得如此决绝？你可知一旦这样，你做的一切都再也没有被人知道的机会，你将遗臭万年。你确定吗？就这么做，是临终之际，拜托。陛下，再有3个时辰，估计就能到天剑山庄了。陛下，前方的路被挡住了，马车过不去。陛下，前方不知被何人种了一片桃林，漫山遍野。
除非一把火烧掉，不然就算卑职把所有禁军都叫上，恐怕也难以撼动。陛下，你看这里，像不像信中提到的世外桃源？玉儿，我答应你，以后的专属世外桃源，我要这万里桃花，只为你一人占有。难道是这么近？天安哥哥，如果这些桃花都开满了，一定很美吧？那当然了。那到时候我们就徜徉在花海中，沐天席地，一辈子不分开。好，我答应你，一辈子不分开。秦时月，沈平安对你做了那么多深恶痛绝之事，你还是做不到像他一样绝情绝义，为什么还会想起你？为什么？陛下，无妨，朕只是触景生情罢了。没想到这皇城之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桃林，不知是何人所在？难道是沈平安？也不可能，沈平安这个背信忘义的小人，岂会记得儿时的承诺？那谁让你们进来的？走，这里禁止外人入内。谁让你们进来的？速速离开！父子，你知道这位是谁吗？此人不得无礼。不管你们是谁，老头子我受人委托，在这看护这片桃林。我的职责呢，就是不让任何人靠近。如果你们还不走，就不怪老夫不客气了。是飞行剑士，请说。贱的，就让他离开吧，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楚前辈，我们并无恶意，只是想前往天界山庄，被这桃林拦路，不得已才进来的。老头子我不知道什么叫天剑山庄，总之这里并非寻常园林，你们速速离开便是，免得引祸上身。难道此地的主人身居高位？非也，那是皇亲国戚。前辈一生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更是被江湖人称为八大豪侠之首，足以见品行与能力。如今却在此潦草度日，晚辈实在好奇，究竟是何人能让您心甘情愿在这里变成一个守别人？你们就不怕因此惹上麻烦？这事还不是什么秘密，只是那人他身份敏感，如今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罢了。究竟是谁能让年老如此忌惮？大周皇朝曾经的神威将军摄政王沈平安。谁？再仔细说一遍。不错，这位就是扫明奸佞、再造社稷的当今女帝，还不快跪下请安！我管你是男帝女帝，这跟老夫没关系啊！这里不欢迎你们。放开！前辈，您可否再说一次，这的主人是谁？神威将军沈平安，我说10次也这样。这不可能！您一向嫉恶如仇，怎么会帮沈平安那个恶魔做事？您一定是被他骗了，对不对？恶魔？那是你们以为？难道这其中真的有内幕？楚前辈，能否告知我们真相？真相？老夫不在乎真相，你们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但是老夫唯一能告诉你的是，这件桃林是沈平安10年亲手所种，一共103500株，株株。什么？平安哥哥，如果你以后看上了别的女子，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弱水三千，取一瓢而已。其他美女再美，跟我有什么关系？在我眼里，
我只有月儿一个人。我是心里早就没有我了，你是想要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为何还要留下这片土地？为什么？陛下，不可中了沈平安的奸计。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算计你，并非铁石心肠，所以才想故意伤害你。说，老匹夫，沈平安派你在这儿，意欲何为？哼，若不是那沈小子临终前有个交代，我早杀你10次。最后再说一遍，这里不欢迎你们，再不走，老夫手里的剑，翻脸不认人了。你一生光明磊落，仙风道骨，人人称道，可为何偏偏对我们如此排斥？难道你认为朕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不成？单凭你杀沈平安这点，你就不是什么好人。笑！沈平安乃天下1等1的魔头，谁人不知？禹帝杀他乃是为民除害，亏你还是什么江湖豪侠、正义之士，居然为了一个魔头冲撞圣驾，你该上！老夫20岁学艺归来，行走江湖，当过甲子。这沈平安是人是鬼，我不比你清楚。哼，你和沈平安是一丘之貉，你自然帮他说谎，黑的也能说成是白的。没错，空口白牙，前辈让朕如何信呢？不信，那你们随我来便是。好，那朕便看看前辈拿什么帮他脱罪。这碑是沈平安亲手所立，10年间祭祀不断，风，这还证明不了他的人品和情义吗？沈平安，不可能！小玉的墓怎么会在这？不可能啊！小玉是我亲手下葬的，怎么会在这？前辈，这是怎么回事？老夫也不知道小玉是何人，这里也没有她的尸体，此处只是衣冠冢罢了。但是这碑确实是沈平安所立，为了求我在这守护啊，他不惜马踏江湖，可见定是那小子极其在乎的人。什么？你说沈平安马踏江湖是为了求你？那小子做的不错，要不是他杀的那些道貌岸然之辈人仰马翻，老夫岂会留在这儿？前辈，小玉的衣冠冢是什么时候设下的？大周天元历1241年腊月初5，老夫记得那天雪特别大，沈平安穿着一件单衣，一个人在大雪里足足折腾了1整天。从那以后，每逢腊月初5，都一身白衣，独自喝酒，每天的道歉。这个时间点正是小玉死后的第7天。沈平安，明明是你亲手杀了小玉，为何又要猫哭耗子假慈悲？难不成这一切真的有误会？如果沈平安真的这么无情无义，那他又何必做这一切？不可能，不会有什么误会。沈平安早就不是以前的他了，他变了，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变成了一个狼心狗肺、无情无义的恶魔。算了，此片草林是那小子为你所在，现在已经物归原主，老夫的任务已经完成，至此是留是毁，随你做主啊。陛下，接下来该怎么做？上天界山庄，朕要亲手揭开沈平安虚伪的面具。天剑山庄果然是武林剑道的魁首，微臣也曾求学于此，只可惜根底不佳，未能悟得几门剑道。你着相了，剑法因人而异，因人而强，强的从来不是秘籍，而是人。不错，
陛下当年仅凭一本不知名的云天剑谱，便练就了一身武艺，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陛下，修剑之人心道合一，理应不会收沈平安这种奸诈之徒入门。可他却在信中说他是天剑山庄的庄主，这谎言是不是有点太过容易揭穿呢？假作真实，真亦假；真作假实，假亦真。就是因为过于惊世骇俗，无知之人才会被蒙蔽，因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无中生有。陛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陛下恕罪。无妨，这也是心血来潮，于长老不必多礼。山庄近来可好？得陛下之福，发展的不错。如今剑庄已是欣欣向荣，只不过……长老但说无妨。如今剑庄也有卓越之辈，但终究年岁太小。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入土之后，恐剑庄后继无人呐。当年朕起于微弱，是于长老亲率领弟子为朕杀敌夺城，损失了诸多的骨干，此恩情朕铭记于心。长老放心，若长老心事，朕定保剑庄万事太平。陛下您可能是误会了，老夫更加担心的是，如今剑庄无一人可以传承庄主的衣钵，恐我派绝学失传呐。既如此，那为何不让庄主大开山门，广收贤才？不是不想，实是不能。我剑庄庄主之位已空置多年。天剑山庄庄主之位一直是空的。陛下，沈平安在信中说自己是剑庄庄主，可如今于长老却说庄主之位空缺多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正好说明那信中所言不可当真，一切都是编造的。不错，那封信的内容朕从来就没有信过，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揭开沈平安的真面目。于长老，朕曾听闻沈平安曾来贵派为朕求一门绝学，名为疾风剑法，可有此事？看来那信只不过是胡诌罢了。哼，疾风剑法哪里是什么绝学，只不过是摆在明面上应付那些门外汉的噱头罢了。哦，我剑庄真正的绝学如云雾飘渺，如天光灵敏，其名曰云天剑谱。月里，这本剑是我念经的，正合适。你不是想要练剑吗？教你。于长老，你确定云剑山庄的绝学不是疾风剑法，而是云天剑谱？云天剑谱已传承百代，老夫岂能说错？长老，可是此路剑法？正是。难不成这信中说的是真的？真的是沈平安替陛下求来的剑谱？难道就不能是他从剑庄偷的？哈哈哈哈！这位大人说笑了。云天剑谱一直存于我剑阁禁地，机关重重，更有10位长老轮番把守，想要盗走难如登天。那沈平安到底是如何得到的？难道真如他所说，打败了剑庄所有的长老，成为了庄主？难道你没听于长老所言，庄主之位空缺多年？若真是沈平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错，若沈平安真是天剑山庄的庄主，那天剑山庄又岂会相助于朕？陛下，两位大人，请随我来。陛下，此地乃剑阁，供奉着历代庄主的神兵及其画像。
沈平安，他的画像怎么在这里？眼中的天总是耀眼的蓝，平港的船扬帆，静待风来，说中火重重做爱，正难找到星辰大海，悬崖边的雏鸟翅膀张开，要飞多高才能如何期待你海浪在这样以后就可以跟你一起仗剑走天涯。月儿如果变剑，我便为你寻来这世间最强的剑。真的？可是各大门派的武功秘籍都是不传之秘，根本不外传的。只要月儿想要，我一定给你得到。于长老弄错了吧？此处不是历代庄主的画像吗？怎么会有沈平安？你不是说庄主之位空缺多年吗？难不成你敢欺君？非也，沈庄主之前乃是天剑山庄之庄主，只是5年前卸了庄主之任，这么多年庄主之位的确空缺。5年前，那不是你们下山辅佐朕之时？是，老夫记得沈庄主只身前来去求借云天剑谱，不仅跪了7天7夜，还欲供上10万两黄金。只可惜呀，规矩就是规矩，想要习得剑谱，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成为我天剑山庄之庄主。老夫觉得这样可以使其知难而退，但没想到他为了得到剑谱，毅然决然选择一人一剑，挑战我剑庄所有长老。沈平安，跪下吧！你的剑道天赋，老夫都自愧不如，但是你年岁尚小，打败我们所有人绝无可能，别白白丢掉一条性命。答应过月儿，要为他寻来最顶尖的剑法。可同时间，既然如此，休怪我们心狠了。停阵！当年一战，沈庄主为了获胜，强运剑气，燃烧潜能，一条命废了大半。每逢寒冬腊月，身如万箭穿心，痛入骨髓。那时候，老夫十分不解，到底是什么人让他如此拼命？不答应你的，就一定会错的。天哥哥，天哥哥，为什么沈平安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是应该恨朕不死吗？陛下，陛下不要中计。依于长老所言，沈平安卸任庄主乃是数年前，或许当时的他对你很有感情，又或许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取信。没错，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他不会为了朕将自己置身不顾。于长老，你们早就知道沈平安与朕的关系，当年下山辅佐朕，到底是何居心？这庄主，唤我等来，所谓何事？今日起，我将卸任于天剑山山庄庄主之位。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情要你做。什么？卸任？不错，我志不在江湖，当这个庄主也不过是为了得到云天剑谱。今日之后，我便会离开。现在，我要尔等立下剑道事业，从此效力于大周皇室的明月为主。
秦时月，就这样，你和他不是仇人，不必多言。切记，若他有一天让你坠入此水，你不得违抗，否则此事剑心崩溃，天诛地灭。若你们还认为这样的话，只管发誓便可。吾等谨遵庄主之命，效忠秦时月，无违背天地共同之。效忠秦时月，如有违背天地共同之。什么？沈平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陛下不要着急，沈平安这么做一定别有用心。如果他真的对陛下情深意重，他又为何接连伤害陛下身边至亲之人？确实如此，沈平安心早已黑，你们都被他表现出来的假象骗了而已。于臣听令，天剑山庄乃沈平安救我，应该忠礼，念其尔等先对朕有恩，朕便饶你们一命。但若再敢供奉沈平安之物，休怪朕心狠手辣。唉，既然如此，庄主还有遗物留在庄中，今天就请陛下一起带走他吧。陛下请。这是天哥哥，哎呀，以后不要用这把竹剑了，这把剑送你。你这臭丫头，这把剑乃是父皇最喜欢的宝剑，就这样给我掏出来？小点声，我不管了，反正这把剑已经刻了平安哥哥的名字，它就是平安哥哥的剑。好，以后就用这把宝剑守月，怎么样？一言为定。沈平安，你记得，你明明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你把这把剑留在这里，是为了让天剑山庄代替你来守护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最后却为了权力和野心背叛了我，背叛了所有人？陛下，你怎么了？朕无事。陛下，庄主当年就是使用这柄宝剑挑战我山庄所有长老，大破天罡剑阵。剑虽伤痕累累，他却不肯换剑。老夫并不知晓他为何如此对陛下，但老夫相信庄主绝非那背信弃义之人呐。你知道什么？他曾经确实是一个好人，但他后来变成一个草菅人命的魔头，绝无洗白的可能。就是，沧海亦能化成桑田，人心变化又有何奇怪？哼，你或许懂人心，但你不懂剑道。吾辈修剑，一生只修得一颗剑心。似庄主这般修剑到巅峰之剑客，早已身心合一，心若变，剑即红。这剑已千疮百孔，但不曾折断，这就是不忘初心之铁证。唉，陛下，他的剑还在守护啊！陛下，难道你听不到剑鸣吗？你真的要走吗？他已顺利登基，我便一了无牵挂。父皇，我的时日不多，也是时候给自己选一个封神宝典了。如果你死了，他就再也别想知道所有的真相。我要的就是他一无所知。沈师叔，
你不要走好不好？东西不想让你走。小东西，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乃是人生常态。你跟你师傅修道有情，切不可执着于此，不然以后业障四起，这一切都会统统化作泡影，知道了吗？好吧，我知道了。对了，沈师叔，我有一个宝物要送给你。哈，什么宝物啊？东西以前犯错被师傅打，可疼了。不过吃了糖葫芦就不疼了。现在东西把这些都送给沈师叔。那我可就吃了。师叔，你快吃吧，东西看不见就不会心疼了。这是我炼制的清灵丹，如今你功力尽失，难免会遇上危险，切记，不到生死关头，千万不要使用，否则别说3月，就是3天你都活不过。切记，那药不可多服，否则只会加剧死亡。起来。师傅，你说沈师叔他还会回来吗？会的，一定会的。这是为什么？你明明都记得我们之间的仇恨。思及生生，也许这正是沈平安想看到的。若他的剑真是为了守护我，又怎么会发生后面之事？这一切都是假的。唉，陛下切莫着急，人在说谎话的时候，往往会掺杂一些真话，好让谎言显得更加可信。当年沈平安或是对陛下仍是真心，却不过是为信中接下来的谎言做铺垫罢了。对，信在哪里？信在哪里？陛下，信在这。沈平安，你想让朕相信这信上说的任何事，这一定会找出破绽。要是这辈子除了月儿，还有什么值得我怀念？大概只有一月朝了。每到下雪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因为我们战马，我这银色长枪杀得塞外白羽，闻风丧胆。荒谬！沈平安，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人，还会与人生死相欠？没错，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支能依托性命的军队支持，我们在战场上为何没有看到？若真的有这么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支持，我们又如何那么轻易的就踏进金陵？果然，天剑山庄的一切都是巧合。那时候他只是良心未泯，他还是那个忘恩负义、心死废之徒。不对，这支军队出现过，在哪儿？是大雪龙旗。这信上说的军队，是陛下手中那支立敌不败的大雪龙旗。难怪朕觉得有些眼熟。极有可能，沈平安那么希望陛下死，
若真有这么一支10万铁骑的军队，他怎么轻易相送？以沈平安对权力的热衷和贪婪，恐怕早就拥兵自重，不入天下了。没错，萧破军是朕收服的，大雪龙骑是朕亲自训练的，名字更是朕赋予他们的。这一切与他沈平安没有任何关系。朕的机关算尽还是清楚，竭尽一切想要挽回的人生，看来都是水中花沁中玉，我绝不会相信。利益很高。莫陛下，我们现在要去银月城找萧将军求证吗？万万不可！大雪龙骑对陛下忠心耿耿，天下谁人不知？而且军武之人最重义气，若只是因为沈平安的3言2语，就对其进行审问，怕是会出大乱。没错，萧破军是朕的心腹，绝不会背叛朕，更不会和沈平安有一丝一毫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你来念，朕倒是很想知道他还能变出什么花样。如果说大雪龙骑是我为玉儿争霸天下所培养的利器，那么清平宫就是我留给他最后的保障。继续念。当年我意外救下求道心切，导致走火入魔的清平公主林清玄，后又助其重拾道心，打破天人之争，因此成为性命相托的朋友。不出意外的话，这位老友也许有机会跨入3角典籍里的传说中的境界。说到这里，倒是要向他道歉，为了玉儿的安危，我欠他薄情，入室救人，此生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道歉。你想让我去雁门关受其实愿？没错，我也没想到二皇子会疯狂至此，为了对付玉儿，连关中几10万百姓的性命都可以舍弃。为今之计，只能靠你了。清平宫从不沾染凡尘俗事，才保持着超然的地位。任皇朝变迁而屹立不倒，你现在要我为了一个小女孩破戒？是。好，我答应，即便是拼上清平宫3000年地，我也会助他总归于安。一派胡言！清平宫地位尊崇，从不牵扯世俗之事，历朝历代虽引为掌教，却无能与之攀谈者。可此代掌教不仅公然宣布支持陛下，更是对陛下有救命之恩。这明明是陛下天命所归的正义，怎么到了他沈平安的口中，都成了由他授意了？他怎么不说他还能随意推举陛下成为掌教呢？信中说，如果沈平安所有的安排都未能助陛下登上至尊之位，那么清平宫公主之位、3教之首的掌教名头，也足以保陛下性命无虞。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陛下如果未能登基，他为了保护陛下，就会安排陛下成为清平宫公主。好啊，好你个沈平，连3教之首的清平公主都可以成为你手中的棋子，这还真是小瞧你了。他还说了什么？都说与朕听。他还说索性什么？说。所幸陛下很争气，他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他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说助朕登基大王？他也配？还说要保护朕，他以为他是谁呀？当年朕被朝廷大军围困雁门关3月有余，城中弹尽粮绝，百姓食不果腹，满目苍脸。那个时候他为何不来救朕？现在反倒在纸上高谈阔论。当初若非清玄带着清平宫众弟子前来相救，这世上恐怕早就没了秦时雨。没错，事后清平公主非但拒绝陛下封赏，还违背祖训，派诸多弟子随军出征，每战必争先，悍不畏死，活生生将3教祖庭1000年积累打没了，更是为陛下义结金兰，情同姐妹。这些岂是他能编排的？没错，
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背叛朕，但清玄绝对不会，也绝不会骗朕。如果他真的跟沈平安有什么关系，他一定会告诉朕的。陛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沈平安不是说他和清玄互为挚友吗？那朕就亲自去清平宫一趟。陛下，清平宫路途遥远，您刚刚登基不久，朝政不稳，况且我们出来久了，若让敌国知道，恐会搅乱风云，对您和大周不利。就是，我替陛下跑一趟就行了。你们去了，恐怕连清平宫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何况，有些事情必须要朕亲自去解决，就比如拆穿沈平安的真面目。停车！给朕停车！停车！给朕停车！陛下，怎么了？那人好像沈平安。陛下，这怎么可能？沈平安明明已经被你杀死。没错，而且观那人身形全无内气，完全不像是习武之人，不可能是沈平安。奇怪，为何方才路过那人如此熟悉？有种错过便会悔恨终身之感。师傅，你是在想沈师叔吗？我知道了，一定是那个大周女帝。师傅怕她来找沈师叔，对不对？你呀，小孩子家的，懂得还不少。不过，这都跟你没有关系。还不快去上早课？那可不行。沈师叔对我这么好，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帮他教训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而且师傅，你也喜欢沈师叔，对不对？那个女人把师叔害得那么惨，师傅一定也想教训她。多嘴。好了，快去。该来的终究会来，秦时月，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住真相的压力，又或者说，我究竟该不该告诉你真相呢？公主，大周女帝来了。清玄，朕来看你了。清玄，奇怪，清平宫的人呢？这清平宫好大的架子，陛下亲礼竟无人接驾，难不成以为救过陛下便可以闲造不成？紫云，不得无礼。陛下息怒，回陛下，公主前些日子闭关了，无法接驾，还请陛下恕罪。闭关？什么时候？大约1个月前。1个月？那不正是陛下杀死沈平安的时候？难不成沈平安的尸体失踪跟林公主有关？说，殿下因何闭关？是为救人。救人？难道是沈平安？陛下，沈平安被朕一剑刺穿心脏，别说是清玄，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绝不可能让他复活。更何况，朕绝不相信清玄会和沈平安这个魔头认识。可惜林公主在闭关，我们这次恐怕要白跑一趟了。不行，今日若是不揭穿他的真面目，朕就算是回去了也寝食难安。你们公主在哪儿闭关？带朕过去。陛下，公主有令，闭关期间，闲杂人等不得打扰。朕让你带路。朕说带路。是。
下，就是这里了。清玄，朕有事找你，可否出来一下？清玄，朕有事找你，可否出来一下？陛下若不放心，不如将此门砸开，大不了事后再向清玄公主解释便是。事急从权，相信她应该会理解。来人，在，把这大门给朕砸开！是。坏女人，给我住手！我师父正在闭关，你却要破门而入，到底是何居心？东西，朕找你师父有事儿，可以帮忙联系一下吗？坏女人，不要叫我的名字，我和你不熟。师父说了，他是不会借你的，让你哪来的回哪去。放肆！小丫头敢这么跟陛下说话？你想动手打我啊？你敢碰我一下，我明天就去皇宫门口打滚，看你受不受得住。东西，朕找你师父是有要紧的事，你帮帮忙好不好？事成之后，朕给你买一屋子的冰糖葫芦，好不好？哼，休想收买我，我才不吃你这一套。你赶紧走吧。清玄，你我当年一起进来，如今连见这一面都不肯吗？清玄，给朕撒开！是。坏女人，你敢！陛下来我清平宫，就是为了杀人吗？清玄，你终于肯见朕了。我若再不出现，陛下恐怕要杀人了。你别误会，朕只是方才听这宫女说你在救人，急于想要找你求证一些事情，这才着急了些。你能否让朕看看被救之人到底是谁？只不过是一个可怜人罢了。可怜人？该不会是什么罪大恶极之人吧？你也这么想？清玄，你不要误会，只是事关重要，朕不得不找你确认一下。想不到当初那个性情善良的明月公主登上帝位之后，行事如此的雷厉风行，想必这些年你经历了不少吧？朕这些年经历的万般痛苦，皆是拜一人所赐。虽然那人已死，但给朕留下了重重谜团。若是不揭开他的丑恶面目，朕注定寝食难安。陛下说的是沈平安吧？林公主居然真的认识沈平安？难道那信上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认识沈平安？那你方才所救之人可是他？我救不了他，倒是你真的那么恨沈平安吗？当然，他给朕带来的痛苦，就是清净五湖四海之水都难以消磨。也许他有什么难言苦衷呢？苦衷？哼，什么苦衷都不是他残杀我母后、恩师、侍女和我所有亲人的理由。我不知道沈平安为什么这么做，但我想有他的理由。陛下这次来是想要知道我和沈平安的关系吧？是，没错，我和沈平安引为知己，相识多年，甚至早你之前。不可能！我与沈平安不共戴天，他几度欲置我于死地。你若与他是挚友，当初又怎会去救我？清玄，你莫要因为生气而骗我。那是因为你当时被困孤城，是他求我来救你的。若非他，我怎么会打破这清平宫3000年禁律，下山去救你？什么？当初是沈平安要你迫切去救我的。平安，原谅我第一次对你食言，我实在不忍看到你将死之时，还要背负滔天骂名。当然了，要不是沈师叔，还有谁会管你个死活？放肆！哼，他冤枉沈师叔，我说他怎么了？
对不起。没错，当时雁门关一战，是他飞鸽传书于我，让我去为你解围的。不可能！当初沈平安收到秦师哥的指使，要将朕活活困死在城内。当时确实是他求我去救你的，可以说，若非他，就没有如今的大周女帝。如此，这个答案你还满意吗？陛下切莫为这三言两语蒙蔽圣心。就算林公主是因为沈平安才出手相救，可雁门关一役本就是因他而起。贼喊捉贼，保不准他当时包藏着什么祸心。清雪，你一定是被他骗了，对不对？他一个残暴无情、祸害整个大周皇室，亲手杀了自己养母的人，能有什么好心？这其中定有什么阴谋？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阴谋，但是我知道，他为了助你登上这至尊之位，呕心沥血。帮我？怎么可能？就是，你倒是说说他是怎么帮助陛下的？他为了帮你掌握江湖势力，特意安排天界山庄前来投奔于你。他为了帮你拥有对抗秦师哥的实力，在北境安排了一支骑兵供你差遣。他为了帮你暗中建造神兵阁，为你提供各种神兵利器，连你手中的剑都是他亲手炼制的。你说这是不是呕心沥血？再说一遍。还说什么说？你没听见吗？沈师叔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清雪，你在骗我对不对？是真是假，你自己早有体会。总之，沈平安对你用情至深，世上无出其右。用情至深？笑话！他若对我有情，又怎会屠杀我大周皇室所有人？他若对我有情，又怎会杀害我的母后？又怎会当着我的面亲手杀死陪我一起长大的侍女？他用情至深，又为何会让我生活在地狱般的生活当中？他用情至深，为何不陪在朕的身边，陪伴朕辅佐朕共夺天下？你说他为什么不这么做？那是因为他知道他活不到那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沈师叔他要死了，坏女人，这下你满意了吧？不错，平安他自幼便身患绝症，是三阴绝脉之体，只不过5年前才发现。就是那一年，老皇帝突然离世，你卷入九子夺嫡的漩涡之中，只不过他没有时间了。若非为了在有生之年护你登基，他又怎么会变得如此激动？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三阴绝脉，不可能！若真如此，他为何不与朕明说？说了，你就会信吗？这件桃林是沈平安10年亲手所铸，一共103500镯，珠珠如此。当年一战，沈庄主为了获胜，强运剑气，燃烧潜能，一条命废了大半。每逢寒冬腊月，身如万箭穿心，痛入骨髓。是啊，他明明早已为我将性命舍弃，又何须功名利禄？可我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一点信任。沈平安，你找死！陛下，这都是他们的一面之词。小玉，您的师尊和母后，还有整整大周皇室371人，全都命丧他手。就算他是为了帮你，可也不用杀这么多人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平安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一定。陛下若无事的话，就请离开吧。清平宫从今日起
封山必克。清轩，你是不是喜欢沈平安？是。果然，那沈平安是不是也没有死？难道陛下还想找到你，然后再杀他一次？当然，真要找到他，然后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真要当面告诉他，这鲜血浇筑的皇门朕不稀罕。沈平安啊，沈平安，枉你一片深情，谋尽天下，结果人家却不稀罕。你这个大名鼎鼎的摄政王，还真是可怜啊。不错，沈平安确实没死，不过能不能见到他，就看陛下的运气了。毕竟他是真的没多少时间。来人，在送客。是，青霄子曰，我们走。陛下，您真的相信沈平安没死吗？当然，清玄不会骗我，况且他也不会希望沈平安出事。那我们接下来该去哪里找啊？陛下，臣有一个想法。快说。既然沈平安与诸多势力都有交集，如今他大限将至，想必一定是会拜访一些老朋友们。只要我们将县中每一处势力拜访一遍，定会找到他。好，这样我们兵分两路。青霄，你随朕去银月古城。紫云，你去神兵阁，务必查清楚沈平安有没有出现过。是，陛下。老板，取一味药。本殿服丧3月，暂不解渴。可我5年前就预约了。我说你这小子不会这么轻易就死了。仍有未了之事，怎敢先走一步？倒是季先生，这是替我提前办上丧事了。反正你也没几天可活了。当年你自己选了这条路，现在可曾后悔？既然做了，就不会后悔。你这到底是什么呀？要我替你整整保管了5年呢？这是传闻消失1000年的双生花。月儿，你说这2座山明明根基相似，山峰却各执一端，像是2个相爱之人违背了誓言，两忘于江湖，故名两忘峰。田哥哥，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相忘的，一定是这座山峰内心孤寂，土地荒芜，才让另一座山峰无法靠近。如果这座山峰开满了鲜花，那另一座山峰定会回首相望，从此两忘变两忘。好，我答应你，一定会有那一天的。这个就是我在人世间所剩的最后一件事。我答应过月儿，要看着她戴上双生花的花冠嫁给我。这件事恐怕要食言了。
这当是我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也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要去两望峰？两望峰地处特殊，数千年来没有任何植物能在上面存活，只有这传说中的双生花才有机会。双生花固然珍贵，却远远比不上你的付出啊！这一切值得吗？哪有什么值不值得？只要他喜欢，那我雪夜大千世界也要送给他。季先生，我时日无多，谢谢一步。等到我走后，把他收了吧。你这家伙，悟性慧根是我生平仅见，却偏偏陷入这红尘情爱之中，不愿清醒，何苦来哉呀？人总要为了什么？我就是个俗人，偏爱这红尘佳人。月儿就是我的一切。是儿。大雪龙旗威震天下，无论什么时候看，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年就是楚将军带着将士为朕冲锋陷阵，拼死杀敌。若无大雪龙旗，也绝无朕的今日。陛下，为陛下效力是楚某和大雪龙旗的使命。是沈平安让的。陛下明鉴，当年确实是沈将军让我等投靠于你，大雪龙旗也是其一手打造。朕杀了他，你不恨朕吗？沈将军离开前下了最后一道军令，便是拥护您上位，只要能达到目的，即便是杀了他，我们也照做。他回来过吗？没有。陛下不必着急，这里没有，也许沈平安去了别的地方。只要他还活着，总能找到的。陛下，紫云那面怎么样？陛下不必心急，只要他还活着，无论天涯海角，总能找到。不好，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沈平安，是会找到你的。陛下，陛下，陛下，沈平安，陛下，你醒了。备车，朕要去找沈平安。这信中所言都是真的，沈平安一定没死，他一定躲在某个地方，在看这笑话呢。陛下，龙体为重，万不可因小失大。是啊，沈平安就算没死，也时日无多了。陛下何必浪费精力去寻找一个将死之人？不行，朕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
既然他处心积虑的为这谋划一切，为什么要夺走这最珍贵的东西？他凭什么？青苹果、天界山庄、银月城，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是朕没有发现的。一切的真相一定在那儿。对了，天机阁，天机阁门生遍地，消息最是灵通，那里一定有这要的消息。出发，去天机阁。急呀急呀，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我这药汤只能帮你吊着一口气，能否醒过来，只能看你的造化了。陛下，我们到了。陛下，此处似乎刚办完丧事，莫非也与沈平安有关？沈平安，这次朕一定要知道，这么做到底为什么？你认不认识沈平安？不认识。你认不认识沈平安？陛下，国师，国师，你可认识沈平安？看来很多事陛下已经知道了。其实沈平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够了！不要再跟朕说什么筹谋多时，助朕登上帝位这些话，这些屁话，朕这几日已经听够了。他曾经真心待朕不假，他为朕筹谋一切不假，但这些都不是他杀害母后、残害朕至亲的理由。他以为他是谁？朕又何曾说过要做这大周女帝之位？这一切不过是他强加于朕，朕根本不想要。陛下，您是大周民心所向，即使没有沈平安，这地位也非你莫属。说是能让父皇与母后还有小玉他们回来，可是宁愿不要这女帝之位。陛下确实无心称帝，可沈平安却答应了另一个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让您登上皇位。是谁如此大胆，妄议大周帝国？究竟是谁？此人正是陛下的生母先祖太后。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是假，陛下自行判断吧。这是母后生前最爱的梨花木盒，这炒了整整5年，现在你这……这是沈平安亲手给我的，他本想让我帮他烧掉，可这对他来说太不公平。既然陛下来了，便打开看看吧。
月儿，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登基称帝了吧？是母后。我身为大周皇后，却只生有你这一个女儿，皇位自是老二继承。可自从平安来了之后，朝中大臣无不称赞，就连将士也都拜服。老二记性之强，误以为我们会将皇位让于你与平安，竟勾结朝中佞臣，意图暗害你父皇，逼宫继位，再血洗皇室和朝堂。谁？母后。母后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啊？天凉了，母后为你做了一件新衣。谢过母后。老二虽不是我亲生，我却待他如亲子，可他却买通御膳房，暗中下毒。若非平安知晓要领，及时医治，我和你父皇怕是早已如他所愿。但他毕竟是你父皇的孩子，且缺乏证据，于是平安主动请命，假意投入老二麾下，实则自打虚实，弄清朝中逆臣脉络。不曾想他竟对无辜之人出手，不仅利用巫蛊之术控制了小玉，嫁祸于你，甚至还要让他对你动手。经此事后，你父皇才发现老二的手已经伸进了朝堂的每个角落，包括你的师尊吕不韦。怎么会这样？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老儿早已结地外亡，开城与兵南下。你父皇不得已派平安亲率大军前去守境，却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老儿借机包围皇宫，准备将我们一网打尽。好在平安发觉异样，特意带你一同前往北京，让你逃离宫女制成危机，再独自回京救驾。可惜我们小瞧了老二的野心，待平安回来，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幸好还有平安在，他答应我一定会护你一生，想来是不会对我食言的。平安回来的还是太晚了，老二已经带兵围城，此刻正在朝堂之上，逼你父皇退位。我也被老二软禁在这御书房内，以性命要挟你回京领死。皇后，二皇子有请。我知道平安定会不顾一切救我出去，再带你一块亡命天涯。可若这般，你父皇必会死不瞑目。快点开门！要闯进来了！开门！心颇重，甚至刻意支开平安，唯有我亲自死在他手里，与你彻底决裂，我才会得到老二的信任，才有希望为你父皇报仇。开门！月亮娘亲此下吧，也请不要记恨平安，他是这世上除了父皇和母后之外最爱你的人。居然是这样！陛下，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啊！父皇、母后、平安哥哥，你们为什么要骗我？求先生告诉月儿，平安哥哥还活着吗？已经太晚了，他本就身患绝症，又受了你一剑，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也不过只有月余性命。如今不，他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要一起仗剑天涯，
他答应过我要带我看满天花海，他答应过我的。陛下，认清现实吧，沈平安已经死了。他一定是受我的气躲起来了。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平安哥哥，不是，平安哥哥，不是。陛下，沈平安的命本就是先后给的，他为陛下付出生命是理所应当，陛下何必？若你再敢说平安哥哥一句不是，朕诛你九族！陛下，秦先生说了，沈平安已经死了。滚！都跟着滚！平安哥哥，月儿错了，你到底在哪儿？你不要抛弃月儿好吗？你说，只要开遍满天花海，就算是两王峰，也会回首相望。我为何只顾着千万缕酸楚，在你泪滴划过我是放逐。可是傻丫头，山就是山，所为情所动。月儿，你说这两座山明明根基相连，山峰却各执一端，就像两个相爱之人背弃了誓言，两忘了将我，故两忘了。平安哥哥，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相忘的，一定是这座山峰内心孤寂，土地荒芜，才让另一座山峰无法靠近。两忘峰，两个相爱之人相濡以沫，才相忘于江湖。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是我不该不相信你，让你的内心孤寂荒芜，才让你这么躲着我。老天，你难道真的要让我们相忘于江湖吗？平安哥哥，这是……如果这座山峰开满了鲜花，那另一座山峰定会回首相望，从此两忘变两忘。好，我答应你，一定会做到。他日花海漫群沙，两忘勿忘，两相忘。两忘峰，平安哥哥在两忘峰。平安哥哥，你在哪？
一个人。天哥哥，这不是天哥哥，你答应过我，要保护燕儿一辈子，你答应过我，要回来娶我，你怎么能先走一步呢？此次出征凶险万分，我为你求来个香囊。好，我答应你，你一定能做到。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相忘的。明明相爱，却一生背对的双生花，在凋零的世界，终于见到厮守一生的彼此。原来，这才是双生花的花语。母后死了，小玉死了，天安哥哥也死了，这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大周第一女帝又如何？所有整片天下又怎样？再也无人可以分享。玉儿，你说的对，当花海开遍，就连山石也会相忘。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绝。天哥哥，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见我？原来是梦吗？不是吗？我要去找平安哥哥。陛下，你如今机遇成疾，万不可再出事了。这些东西跟平安哥哥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陛下，国不可一日无君，就算为了大周的子民着想，你也应该保重龙体。难道您想要神威王和先后失望吗？陛下，北方急报，大明皇朝撕毁盟约，进犯我大周边关。什么？他们敢？大明与大周世代交好，为何忽然变卦？世上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陛下初登大宝，大周百废待兴，明君定是想趁此机会犯我大周。当真是小人之举。陛下，要不要找群臣来商讨会议？都打上门了，还商议什么？他们要打，朕便陪他们打。你二人即刻点齐3大营，传朕圣旨，使朕这样御驾亲征，不仅要打，更要打到他们的皇都，让世人都知道，犯大周者，虽远必诛。
愿为陛下效死。平安哥哥，月儿定不会辜负所托。我要向世人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世人都道人走茶凉，可此茶尚温，人却要先走了。各位，却说咱们这位女帝，那可真是了不得呀！虽是金贵公主身，却遭皇子夺嫡恨。谁知那青梅竹马沈平安，竟是个黑心白眼狼，殿前斩先帝，一剑穿心喉啊！哎呀！只可惜明月公主一夜之间白了头，从此弑杀沈平安。那沈平安真不是个东西，先后将其养大，他却将皇族灭门。那明月公主后来怎么样了？明月远赴银月城，弑杀魔头还大周。诸位且看3年后，天剑一出，武林洞，龙旗3军皆叩首。清平圣贤护我道，血洒沙场战不休。山河万里成今朝，一朝杀回白玉京。话说吕帝带兵杀入殿前，那沈平安还欲卖主求荣，只可惜圣心早已冷如冰啊！沈平安，你祸乱朝纲，杀敌无数，身上背负着几百万冤魂，纵使认得春秋苦，焉能放过家国恨？说罢，女帝手刃魔头。登基大典有诗云：血尽山河16州，寒光出鞘是从头。铁骑烈云吹旧恨，刀光卷雪洗王侯。白骨成碑明姓字，红妆登殿掌春秋。天清西北星辰坠，独饮苍生拜冕旒。陛下不愧是千古一帝，此等魄力亘古未有啊！那沈平安真不是个东西，死不足惜。是啊，死了的沈平安才是最好的沈平安。客官，你给多了。能听上这上等的好戏，千金难求，不用找了。快跑啊！明国打过来了！这位兄弟，前面怎么了？周明二国打起来了！周明二国是在交好，怎么会打起来？还不是明国突然翻脸了，说大周女子继位有违天理，所以要代天伐周啊！大兄弟，你也快跑吧，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此乃军国大事，女帝陛下没有出兵吗？大难临头，连个爹娘都靠不住，还指望个女帝？再不跑就来不及了。那我问你，战事到哪了？据说是已经到燕城了，我觉得也守不了太久。明军马上就打过来了，你要是不跑，你就找死！你别拦着我！燕城，没想到考验这么快就来了。是陛下！燕丞相是何在？随朕杀！陛下来救我们了！不要杀我们，我们投降！杀害我大周子民之事，可有想过饶他们一命？众将听令，国战一起，拒不受降。凡入侵者，
杀无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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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贼威！大周子民可还能战？愿为陛下效死！随朕冲杀！小妹们，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兴百姓苦，亡百姓。陛下，是陛下，陛下来了，我们有救了！战事如何？回禀陛下，天子亲征，将士们士气大盛，前线连战连捷，短短3日已收复5城。快是陛下，看来不日便可班师回朝了。传令下去，即刻整顿军马，明日一鼓作气，反攻民国帝都。不仅要打，更是要把他们打怕，打到他们俯首称臣，这样我大周边境才可安宁。是，陛下。看来当初的小丫头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女帝。谁在那？报！殿下，发现民国国师的踪迹，正领兵向南奔逃，是否立刻追杀？传令下去，即刻点兵，立刻出发。是。久闻大周女帝诛杀典朕，风华绝代，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只可惜，可惜什么？只可惜如此红颜，马上就要成为亡国之奴了。大言不惭！如今被围困等死的人是你们，带着马踏名都，这句话将原封不动的还给你。是吗？陛下，再回头看看。不，若瞒陛下，我们中计了。什么？陛下此等角色，若是死在战场，岂不叫人惋惜？不如嫁到我大明，许你一生荣华富贵，如何？找死！陛下，莫要负隅顽抗，只要你割地16水，赔偿1000万两黄金作为赔价，入赘我大明，我等也不是非要赶尽杀绝。痴心妄想！嘿！这位周天子早有天下，犯我大周者，死！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有陛下在，这群跳梁小丑不足为虑。大周男人都死绝了，连个娘们都敢称孤道寡了，活该被灭！陛下，你没事吧？你是谁？老夫不过归隐10年，尔等小辈忘了大明人屠的称号了。10年？你取笑！陛下，我听过他的名字。10年前，他亲率800铁骑征战渊国30万大军，那一战大渊亡国，自此人屠之名传遍天下，可令小儿之敌。据说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曾放出狂言要向大周出兵，
但自那之后便销声匿迹，世人皆说他杀孽太重，被天收了。没想到竟出现在此地。没想到这个老家伙还活着，追着远了。既然知道老夫的名号，劝劝你的女娃娃皇帝，乖乖认输吧。徐骁，你撕毁盟约，背信弃义，就不怕我大周的报复吗？呵呵，老夫当年仅靠800铁浮屠便全歼了大渊，你以为老子会怕你大周？为什么怕？当年为何撤兵隐退？还不是被我大周兵锋所阻。大周也配！老夫当年隐退，只是因为是谁？告诉你也无妨，就是你大周的神威将军安。与沈平安有何关系？若不是当年败给沈平安，你大周早被我吞并了。什么？愿赌服输，老夫曾经答应过他，只要他一日在大周，老夫便一日不可出山。没想到当年凶名赫赫的人屠，竟也是因沈平安而归隐。可惜了，如今沈平安一死，也再无顾忌。哈哈哈！今日便是大周亡国之时。徐将军神功盖世，天下无敌。别搞新的菜鸟，平安哥哥当年能打败你，现在这也可以。两力。陛下要赢了。老夫还以为是在挠痒痒呢，耍够了吗？两个选择，要么入赘大明，宣布大周从此归顺；要么放开陛下！大周如今尽是些女流之辈，活该被亡国。最后问你一遍，要生还是要死？陛下，要不从了吧？我看徐将军老当益壮，陛下要是嫁了他，没准儿还能再生个10胎8胎的。休想！娘们儿就是啰嗦，打又打不过，光会逞嘴上功夫。那沈平安好歹也算一代豪杰，居然被你这种娘们儿给杀了，死的真是窝囊。闭嘴！不许你说他！怎么，这沈平安不是陛下亲手所杀的吗？啊，难不成他还是故意被杀？找死！什么人？你已经做得很好，现在交给我吧。什么人敢阻挠老夫？耳背宵小，也敢来犯我大周地界？是你之前跟踪我的人。一些不可，瘟有毒。你究竟是谁？从燕城开始便一直跟着我。在下不过草莽，不慎。哪里来的鼠辈？长头露尾，甚至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无名之人，亦可取你首级。哼哼，就凭你一个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跳梁小丑，连把像样的武器也没有，也敢说取我人屠徐骁的首级？杀你，何须武器？跟这种货色废什么话？将军一刀下去，嘴就算再硬，也化作肉泥了。
算你走运，就让你成为老夫出山后第一个进刀之人。徐骁阔到天下无敌，就连这也不是对手，上下万不可轻敌。不过插标卖熟了。花间洗力，受死！杀你！你究竟是谁？看义气！你即便将徐骁秒杀，大周绝无此等高手，你到底是什么人？徐骁已死，尔等还不退兵？哈哈哈！啊，好，好，能杀了人屠徐骁，想来也不是无名之辈。阁下与其跟着一个即将亡国的女帝，不如加入我大明，我给你比徐骁更高的待遇，如何？你痴人说梦！徐骁已死，大雪龙旗正在赶来的路上，你们还有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陛下，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将你们拖在这儿两国边境之处吗？你说什么？这里是我们民国的战场。哼！敌军来袭，营中见好。已经暗中调兵。哈哈哈哈！陛下，不掩命大雪龙旗来援了吗？只是银月城远在西域，等他们赶来，恐怕陛下的尸骨都寒了。我最后问你一次，现在要么降，要么死。哥战况危急，不如先答应割地赔款，待返京后再做打算。望陛下以龙体为重啊！国难正当头，这身为天子，宁死守国门，绝不做那割地赔款的降国昏君。哇，你看到了吗？玉儿不负大周皇室之命。稍后开战，朕会在前方厮杀为你掩护，用武功高强，说臣妾想走他们留不住。可以吗？此战关乎大周万千黎民百姓，朕跪死。好一个万死为帝者，纵千军万马在前，亦忘之。云天剑母，你到底是谁？平安哥哥，是你们？怕什么？他只有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什么绝世高手，都将化为齑粉。既然你要找死，那便成全你。韩烈，冲杀！黄金属于青锋剑，天上。我有这么多人，就是堆人头我也能堆死你！都给我上！10万甲胄风如雨，先得杀臣如许。将军万战之意，如人3尺10月。此身从来轻之去，愿是快行。这
请你不要杀我！我是平国国师，我发誓此生绝不再来进犯大周。我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你是知道。我可以，哥爹，我可以赔款。犯大周者，胜！你们赢了！赢了！我们赢了！快，立刻乘胜追击，务必将逃兵一网打尽。三世圣明，人间留太平。月明是我，太平是你，还有平安剑、云天剑谱，都是你。既然危机已解，在下是谁？等等，你到底是谁？在下不过江湖中人，行事从容。你能不能摘下面具，认真看一看？在下相貌丑陋，还是不要吓着陛下。你瞒不过我的。这把平安剑是当初我送给你的，于长老跟我说过，他与你身心合一，除了你，无人可以动用。可就在刚刚，他应了你的招呼。陛下，剑来死，会陛下莫不是遭歹人所擒？那云天剑不死，你要怎么解释？这个剑谱是我回的，并不是当教授。我知道你是在怪我，不管我不知道你的心，可我错怪了你。此人到底是谁？为何陛下竟如此心神动容？陛下，乃是九五之躯，一国之君，是大周皇室的象征。你为一切死状。天哥哥，你真的不要怨了。陛下刚刚说什么？平安哥哥。能让陛下说出这个名字的，只有一个人。难道此人是沈威王？平安哥哥，我看了你的信，去了花海，去了天剑山庄，去了音乐古城，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的回忆。我还去见了清雪，去找了季先生，他们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当年的雁门关一役，是你拖请下来救我，救我们之变，也是你为了替父国复仇，替母后演的一场戏。还有那2万封城的双生花，只要是你去过的地方，我都去了。天哥哥，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陛下说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乎我，不然又怎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来救我？陛下，请自重。为什么？难道你还在恨我吗？切记，没有不可多负，否则只会加剧死亡。傻丫头，我怎么会恨你？只是
我就要死了啊！与其让你最后伤心，不如现在开始就在我家。平安哥哥，我就知道是你。到头来，骗得了所有人，却始终骗不过自己的心。平安哥哥，你没事吗？你不要吓我。堂堂女帝，哭鼻子，算什么疼？我不管，在你面前，我永远都是小丫头。傻丫头！平安哥哥，来人，快来人！陛下，沈巍将军他体内经脉破碎，真气杂乱，定是方才大战强行突破极限，现在已经怎么样？已经命不久矣了。我绝不会让你死的！下回去，只有薛太医。当这条血到他指尖之时，深信难救。我不相信。傻丫头，不要哭，你漂亮。你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我问心无愧。你不要走！答应我，最后怎么样，太医？还有的救吗？经脉尽碎，生机断绝，已经与死人无异。不可能，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是我的平安哥哥，他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死掉。这是天妒英才，沈巍将军自小便有三阴绝脉，能够活到今日已属奇迹。这次有强体真气，透支寿元，这神仙难救啊！是我的错，他是为了我才透支的。最为关键的就是此处剑伤，这一剑贯穿心口，虽然他心脏与常人不同，但也被斩断大半生机。受此一剑，就算没有三阴绝脉，是我害死了他。管你有什么办法，必须救活他。管你要什么，这都给你。金钱、爵位、土地，这统统都给你。他已油尽灯枯，若非体内的丹药之力吊着这么一口气，否则早就死了。丹药，那是金平宫的丹品，这丹定是清玄给他的。快来人，立刻摆下金平宫。陛下，公主已经吃下您要前来，
他说清平宫从此不问世事，让陛下您回去吧。给朕让开！如果耽误了平安哥哥的救助，朕诛了你们九族！清玄，平安哥哥危在旦夕，你快出来呀！师父，你真的不见吗？可是师叔好像也在外面，你真的不见吗？林清玄，你若再不出来，朕就平了你的清平宫！林清玄，你不是说跟平安哥哥是至交吗？难道真的要见死不救？东西，你师父呢？林清玄，平安哥哥可是救过你的命，你当真如此凉薄？师叔也曾救过你的命，不止一命，所以真才于你。清玄，朕知道你怨恨，我也恨当初的事情。该死的人不该输，是平安哥哥救了我，我宁愿死的是我。清玄，我知道你也爱他，只要你肯出手，我愿意放手，从此离开他的世界。我求你了！陛下，保重龙体。你走吧，清平宫不欢迎你。东西，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只要你师父肯出手，让我做什么都行。既然如此，你先磕300个响头道歉。放肆！陛下乃大周天子，九五之躯，你要他叩首3拜，简直无法无天。来人，将这个逆贼拿下！此话当真？你可以不信。下！万万不可！他不值得你这么做。56、57。陛下，够了！他们根本就是见死不救，故意在刁难您的。只要有一丝希望，这就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平安哥哥！痛！心更痛，这份痛不及他为你受的万分之一。陛下，求你，求求你救救沈巍将军，别再为难陛下。恳求清平公主出手相救，求清平公主出手相救。进来吧。
哥哥，醒了。秋雪，你终于肯见我了。平安哥哥是身受重伤，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之前便与你所言，他身患绝症，药石无医。药石无医，就用别的方法，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我若有办法，又何尝不想救他？他的病，凡间的药石已经无用，除非什么？你说，只要你要的，我都可以给你。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极限，即便是伤势痊愈，也是无力回天，除非能向上天借寿。我清平宫先祖曾留下一道秘术，可将自己的寿元献与他人。你是说，就是找到与他命理相近的人，将自己的寿元献与他。这是清平宫的先祖留下的七星续命灯，点燃之后，需一命运交缠的人在七星阵中祈福，将自己的寿元献给主席。我曾想以身入局，为其续命，但他的命格早已与你交织，无我半分位置。所以师父才会考验你是否诚心救人。清雪，你切记，七星灯一旦燃起，祈福之舞不可停，需寸步不离地守在主心室。若7日之内他能醒来，此法便成；若7日之后油灯人尽，他仍未醒，不仅他会身亡，连你所献的寿元也永远回不来。我曾在上古玉简中看过此术，成功率怕是10分之1。你当真有此决心，去赌这九死一生的决定吗？只要有1/1000的可能，我就要救他。陛下万万不可！此等献祭寿元之术，在下闻所未闻，分明是在危言耸听。即便是真的，也只有1成的把握可以救人，代价却是陛下您的生命。秦孝绝不答应。此术一旦施展，绝无后悔的余地。这本就是逆天行道，你若不愿，我不会怪你。不必再劝了。若是平安哥哥，他也绝不会有半分犹豫。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开始吧。
天了，你为他献祭了生命，就这么虚弱？想什么呢？这个少爷真的想跟别人，只要再坚持一下，平安哥哥就一定能回来。你好好看看，灯已经灭了。怎么可能？够了，你清醒一点。他死，难道我就不心痛吗？我可以为他受死，可以为他去死，因为我没有后顾之忧。如果你死了，那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你知道吗？可是，天安哥哥，他生前曾嘱咐我，要我护你周全。若你因我而死，你叫我如何还有颜面去见他？陛下，臣求您了。我知道，你们出去吧。他叫十月，那你就叫平安吧。平安哥哥，跟我回家吧。等你回来，你就成亲。好，我答应你。若是这山峰能种满鲜花，那另一座山峰就会回首相望，从此两望变两望。你不能走，你答应过月儿，你要娶月儿的。平安哥哥，若有来世，月儿一定要嫁给你。丫头。